聚了，红尘纷乱，淘尽英雄汉。笑里藏刀，人心难料，无奈世态艰严啊。真应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人生那路遥长。情感单照，千杯最难倒，伴我逐浪迎风笑。去洛阳？你们要去洛阳干什么？你这话也问的实在太奇怪了。王老前辈他人在洛阳，平儿当然是带着珊儿去见外公，给外公敬茶呀。我和灵珊打算尽快到洛阳去。你们刚刚成亲，就要出门？爹，就是因为刚刚成亲，所以要赶紧给外公敬茶，免得人家说我不懂得规矩。你看，珊儿啊，刚为人妇就这么懂得规矩，反而是你这个做爹的不懂得礼节。如果他们不去敬茶，王老前辈会怪我们失礼的。只是这路途遥远，就只有你们2个人，我不太放心。岳父大人，这华山离开洛阳不是太远，再说我们会专拣大道走，避开小路，应该会平安无事的。师兄啊，他们也该到外头去走一走了，不能老是跟在我们的身边呐。爹，娘。好吧，那你们去吧，不过一路上要小心。爹答应了。平儿，你可要好好照顾珊儿啊。我会的。珊儿，去到洛阳，你可要好好伺候王老前辈。离开华山真舒服。是啊，在华山只能看到一座座的山，难得能出海吹吹海风，实在太舒服了。好久啊，都没坐船了。记得上次坐船的时候，哎，这我记得。那时候呢，是风不平来华山捣乱，爹就带我们离开华山。之后呢，大师哥就把风不平打走了。我们不但没有回华山，还下了洛阳去拜访你外公呢。在外公的家，可真好。是啊，你还说啊，外公家后山呢有很多桑树，而且结的果实很好吃呢。之后啊，你的外公还为你向我爹求亲呢。结果呢，你莫名其妙的和我闹别扭，原来是为了大师哥。大师哥，你老想着大师兄，我们已经成亲了，你还惦记着他？哼！平之，说的好好的，你发什么脾气嘛？你为什么老是提起大师兄呢？是你先提起坐船的事，我可没说什么。你没说，心里可想着呢。哼！平之，人家都已经和你成亲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
灵山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灵山？灵山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已经是夫妻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没做错，做错的人是我，是我的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隐瞒你。其实，我已经开始练辟邪剑法。辟邪剑法？不错。那很好啊，你本来就应该练辟邪剑法的。可是，这和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难道不知道，要练辟邪剑法？我知道，辟邪剑谱已经不见了，你就只能练你爹生前教你的，对不对？你练辟邪剑法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不，没问题。只是练辟邪剑法是不能够接近女色的。所以，你才……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害得我以为……你放心好了，等我剑法练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洞房花烛了。这件事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不过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分心了。你用心钻研剑法吧。灵山，一统江湖，连个小小的令狐冲都抓不到，还想帮我一统江湖？桐柏兄，上官云那儿有何禀报？启禀教主，上官云守在衡山，查探令狐冲的行动，等候机会采取行动。等候？令狐冲接任掌门之位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都不去抓他，还想等什么机会？不如等到令狐冲袭住人我行，杀上黑木崖，夺我这教主之位，你再抓他，不更方便吗？东方教主，我等失罪，请东方教主原谅。人我行，为了夺我这教主之位，已经传召了很多旧部下，还
还说服了不少堂主归顺于他。他把这归顺名册命名为“射日名册”，射日，分明是想打倒我东方不败。你们我等一定效忠东方教主。 10个长老之中，就有6个归顺于他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日出东方，唯我不败。 东方教主是长老效忠教主，绝无叛变之心。你是说我杀错人了？属下不敢，我等忠心，请教主查清楚。希望教主别中了人我行的挑拨离间计。放肆！你们是不是对我很不满呢？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。 令狐冲，令狐冲生性浪荡，好酒贪杯，却莫名其妙当了衡山掌门，还要背负发扬光大衡山派、为定贤师太和定业师太报仇的重任，又要制止武林杀戮。哼，衡山景色宜人，但眼前山色比不上姑娘的好酒佳酿。什么掌门，还不如当个酿酒匠。 酿一坛美酒，和知己月下举杯，畅饮共醉。令狐冲，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 原来你还记得我。你身为衡山掌门，肩负重任，维护武林，而武林之事，又可曾为你呢？你为天下人，天下人可曾为你？去吧。 你为天下人，天下人可曾为你？我为天下人，天下人又为我做了些什么？天下人虽不曾为我令狐冲，可是却有一个人甘心为我做一切。 他为了求方正大师传我易筋经而甘心被囚禁在少林。他为了治我的内伤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。怎么突然间说这番话？就为了这鸽子带来远方的来信？正是。一位不知身在何处的姑娘给我捎来的短笺。 看你的神态，一定是跟他神交了。这位东东姑娘，她不但懂得品酒，而且性格爽朗，能言善道，胸襟宽阔，真是世间少有的奇女子。我跟她在一起，就好像是多年的好友一样，谈风月，论美酒，忘掉武林的一切纷争，真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啊！你这么赞美他，不怕我会吃醋吗？嗯？对不起啊。其实，
不管这世间有多少奇女子，你很清楚，我只对一个人动心的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知我者莫若莹莹。我为天下人，但天下人未必为我。但莹莹一定会为我，我也一定会为莹莹，对不对？什么讯号？我爹发的讯号。爹，爹。晚辈见过教主。令狐冲，你一再声明不加入日月神教，又来这里干什么？难道你回心转意了？教主这次上黑木崖对付东方不败，必定有一场惊险的恶斗。为了莹莹，晚辈愿意协助教主上黑木崖。为了莹莹，好，就为了莹莹，我让你一块上黑木崖。等杀了东方不败，我就让你跟莹莹成亲。谢教主，恭喜令狐兄弟！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帮手，那杀东方不败就不是难事了。向左使联络旧部下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教主，东方不败近来倒行逆施，那得众叛亲离。属下联络所有的旧部下，每个都想跟随你背叛东方不败。好，向左使办得好。那我这射日名册就多了一批好帮手了。就请上官云一起商议吧。是，教主。传上官兄弟。属下上官云参见任教主。任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东方不败想得美呀！上官兄弟，听说东方不败疑心极重，对下属很不信任，是吗？正是。最近黑木崖上军心动乱，人心惶惶。东方不败不信教众，刚刚还杀了6位长老，说是这6位长老已经投靠了任教主。东方不败果然落入圈套，自己心也乱了，怪不得他会胡乱杀害亲信了。教主英明，神机妙算。神机妙算，好，就算一算，咱们上不上得了黑木崖杀东方不败？上官兄弟，东方不败命你捉拿令狐冲，可有什么指示？他说，谁要是能捉到令狐大侠，就重重有赏。不过，不许取令狐大侠的性命，要捉活口。好，那你就捉令狐冲去领赏吧。爹，你抓了令狐冲上黑木崖，东方不败一定会亲自接见你的。莫非爹要我们扮成上官叔叔的下属，一起去见东方不败？教主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不如让令狐兄弟假装受伤，让东方不败防不胜防。令狐兄弟，辛苦你了。晚辈万死不辞。你不能死啊！令狐冲，杀了东方不败，你还要跟莹莹成亲呢。东方不败武功高强，上黑木崖一路上凶险万分。我担心我们上了黑木崖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哎，你别怕，就算上刀山下油锅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真的放得下衡山派的众弟子吗？你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难道你忘了自己是衡山派的掌门人了？你放心，我回去安排好一切，找一个适当的人选来接替我的位子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陪你上黑木崖，好不好？爹。
定贤师太临终前托付你当衡山派的掌门人，发扬光大衡山派。你现在说不做就不做，难道你不怕有负定贤师太所托？定贤师太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他当日上少林寺去救你，就是看在我对你的一份情谊份上。如今我陪你负凶险，他在泉下有知，一定不会怪我的。何况要打赢这场仗，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我已经把衡山派的精妙剑法传授给衡山派的弟子。左冷禅现在就算要攻打衡山派，只怕没那么容易。我陪你上黑木崖，绝对不是意气用事的。灵狐掌门果然有掌门的风范，我任盈盈差点看走了眼，对不起。哈哈，竟敢取笑本掌门人？嗯，本掌门现在已经决定要回去安排一切，有劳夫人同行。走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呀？嘘，快走啊，走！哎呀，谁要做你的夫人呢？你不跟我走是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找别人。走！喂，你敢？哼！分神，嘿，像你这样，怎么能把剑法练好呢？对不起，颐和师姐。哎，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我们的师傅啊！来，再练。还练呢？我们已经练了2个时辰，我累了，可以休息一会儿吗？不行，你不把剑法练好，将来怎么当掌门呢？当掌门？当什么掌门呢？当我们衡山派掌门呢？衡山派的掌门？是的，掌门师兄只是暂时接任。将来我们还是要选新的掌门，掌门师兄对你最好，你当最合适了，他一定会赞成的。可是我剑法那么差，比不上你们，怎么当掌门呢？你用心练，一定行的。是啊，可是掌门师兄答应过我们，会将我们衡山派发扬光大，还会替师傅报仇，这样他会继续当衡山派的掌门的。我们何尝不想呢？可是掌门师兄马上就要上黑木崖了，他又怎么能够留下来当我们的掌门呢？他这次上黑木崖，帮任我行夺回教主之位，必然会留在日月神教，当日月神教的女婿和任大小姐。好了，休息一会儿再练吧。师姐，我很累了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我不想当什么掌门呢，我不想练了。依琳，今天就练到这儿，回去休息吧。师姐，你看依琳师妹老是心猿意马，总是静不下心来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劝她。这种事很难劝的。那，是不是她心里老想着掌门师兄？出家人别说这些话。要不是为了让依琳当掌门，替师父报仇，我们也不会这样逼她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保佑掌门师兄和任大小姐一路上无灾无难，上了黑木崖对付东方不败也要顺顺利利，没有一点损伤。依琳师妹，掌门师兄，你又在麻烦菩萨了啊？是啊，我要菩萨保佑。保佑掌门师兄和任大小姐一路上无灾无难，上黑木崖顺利对付东方不败。
你为衡山出了不少力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们。谢谢你，菩萨一定会听你的话，保佑我们平安的从黑木崖回来。是啊，你一定会平安的从黑木崖回来。回来衡山吗？当然要回来衡山了，难道我还留在黑木崖吗？掌门师兄，你真的会回来？啊，太好了！我太高兴了！太好了，太高兴了！答应过定贤师太要发扬光大衡山派，掌门师兄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就走掉呢？你说对不对？谢掌门师兄，太好了！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是不戒大师和不可不戒，我爹。爹！小心！田老大，切了，痛啊！哎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让人挂在树上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太师傅一觉醒来就被点了穴道，挂在树上了。你没受伤吧，爹？天下第一大胆妄为、办事不利之人，吓死我了，爹！天下第一负心薄幸、好色无厌之徒，不戒大师好色。啊？什么？哎，这布条挂错了，好色是我的专利，不是太师傅啊！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爹，大师，哎，田老大，你们到底跟什么人结了怨啊？我田伯光胸怀坦荡荡，会跟谁结怨呢？看来捣蛋的成分多一些。你看，这些布条是故意挂错的。不戒大师，你就放开怀抱，不要难过了。来，起来。是啊，太师傅，哎，不要难过了啊！我最怕女孩子哭的，那你现在，我跟你讲，改天让我招到那个家伙，我肯定把他给碎尸万段，好不好？啊，别难过啦。太师傅你这混蛋！我们被吊在这里是罪有应得的。罪有应得？你还敢说？你要去杀人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又没有得罪你，你干嘛闹来出气啊？田伯光，爹，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爹，田伯光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！想什么？想得这么入神？我在想不戒大师跟田伯光被人绑在树上的事。我也听说了。不戒大师武功这么高强，能够把他绑在树上，这个人绝非是等闲之辈。把不戒大师田伯光绑在树上，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用意。你是担心别有居心的人上来衡山捣乱？我就要上黑木崖了，万一这个时候有人上山捣乱的话，我担心怡清他们应付不了。你可以考虑考虑上黑木崖的事。上黑木崖一路凶险，我一定要陪着你，只是放心不下这里。放心，这个人是友不是敌，你完全可以放心。怎么说呢？能把不戒和尚和田伯光绑了挂在树上，当然也能取他们的命。既然不伤害他们，当然是友不是敌。不戒和尚应该知道对方的来历，而且心里有亏欠，才会大哭大闹。原来在衡山有一个武功这么高强的人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假扮给上官云抓了，很容易就可以上黑木崖了。可是你跟你爹还有向大哥，要怎么才能避过东方不败的耳目上黑木崖呢？
当然要易容，变个样子才能上黑木崖。易容？你这样子怎么行呢？要装得痴痴呆呆、傻头傻脑的。没问题，要像哑婆婆一样听不见、看不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样子就像了。当然像了。一说话就不像了。你忘了，哑婆婆又聋又哑，怎么会有反应呢？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喂，喂，哑婆婆是听不见的。这样子就像极了，而且还看不出破绽。这是你说的，要找个人来试试看。如果这个人看不出我是假的，那就一定行。找谁呢？哑婆婆，我好可怜，我爹也好可怜啊。他被人吊在树上，挂了一个布条，说他是天下第一负心薄幸、好色无厌之徒。他大哭大闹了一轮，跑去上吊。上吊也不让我死！爹，你不能死！爹，你不能死！你让我死吧！爹，被人暗算又不是武功不好，事情都过去了，算了吧。不，我一定要死！如果我不死，我怎么对得起你娘呢？我是个好色之徒，天下第一负心汉！你让我死吧，让我死！爹，你不能死的！如果你死了，我会更孤单的。我已经没有娘了，我不能再没有爹啊！你不能死，爹，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要哭，爹不死，爹答应你，爹不死啊！你不要哭，不要哭啊！不要哭，不要哭！如果我不死，又怎么对得起你娘呢？我娘。我还记得，我和你娘成亲之后，就生下了你。有一天，我抱着你在门口晒太阳，有一个女人骑马经过，她称赞你美，我也称赞她美。怎么知道她突然间生气翻了脸？她为什么翻脸呢？就是啊，她还说我偷人家的娃娃，我说娃娃是自己的，她更生气，拔剑就刺我，我当然还手了。当然要还手啊！我说娃娃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他生的？他就更火，胡乱刺我。最后他打输了，还骂我下流无耻，调戏良家妇女。可是你又没有调戏他，我根本是冤枉的。怎么知道刚好你娘回来听到，你娘哭，不和我说话，第二天就抱着你走了，在桌上留下了这些字。我到处找你娘和你，大江南北、塞内塞外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有你们的消息。娘到底带我去了哪儿？看来你娘以为我真的调戏女人，所以就把你放在衡山，留下负心薄幸、好色无厌8个大字，就去了断自己的生命。娘写字骂你的事，你常和人家说吗？没有。这次一定是你娘的鬼魂回来向我讨密，我准备到黄泉去和她相会，不过我又上吊不成，看来是菩萨不让我死，让我活在这世上多受罪。我还以为是挂错了布条，原来是这样。一点也没错，不可不戒曾对你无礼，就是胆大妄为。我叫他帮你做媒，叫令狐冲娶你，他推三阻四，不是办事不力吗？爹，
你再叫田伯光做这种事，我就不再理你了。掌门师兄先前喜欢的是月姑娘，现在喜欢任大小姐。她虽然对我好，可是她从来没把我放在心上。我说啊，令狐冲是天下第一大笨蛋，第一瞎子。我女儿哪一点比不上任盈盈、岳灵珊？你等着，我去把她的眼珠挖出来喂狗。爹，我哪比得上月姑娘和任大小姐？我只是感激她对我舍命相救，感激她对师父好。雅婆婆，我多希望掌门师兄对我，像他对任大小姐和他的小师妹一样。我真是天下第一笨蛋，竟然不知道依林对我的深情。雅婆婆，你怎么老站着不坐下？我忘不了和掌门师兄在群玉院的事情，我们同盖一张被子，在同一个房间里边。我也忘不了他舍命救我的情景。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，可是我就是忘不了啊。我只求菩萨，让我忘了掌门师兄，保佑他和任大小姐白头偕老，结成美满的姻缘。这份情谊，我要怎么回报呢？雅婆婆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摸我的头，不看着我啊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，雅婆婆？我真是个傻瓜，雅婆婆听不到我说话的。雅婆婆，我走了。天哪，怎么办呢？现在知道依林对我的深情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办雅婆婆，不就不知道依林的心事？不知道依林的心事，就不会这么为难了。雅婆婆，原来是你呀！哎，吓了我一大跳。雅婆婆，你不会怪我装扮成和你一模一样吧？啊？雅婆婆，你生气了？雅婆婆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令狐冲，我是为了要上黑木崖，所以试一试任盈盈的易容术，看看灵不灵，假扮了你千万不要怪我啊！哇，想不到雅婆婆你的轻功这么厉害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在怪我，怪我假扮你的样子，我真的不是有心的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我先把衣服给换了，然后再到悬空寺亲自向你道歉，行吗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我怕你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忘了，你耳朵听不到的，对不起啊！我现在嘴型大一点啊，你知道我在跟你讲什么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以后我不敢啦。雅婆婆，你还是不动的话，那我没办法了。得罪了，雅婆婆，不跟你玩了。真的不让我走啊！哦，原来你就是把不戒大师和田伯光挂在树上的人呐。天下第一瞎子，不男不女二婆娘。哈，原来你不是聋子，你偷听了不戒大师和夷陵说话，你还偷听了夷陵师妹和我说话是吗？你干嘛？我要你娶夷陵。哦，你既不聋也不哑，而且还会说话呀？哼，我当然会说话。你要是不娶夷陵，我就要你做个不男不女的太监。别乱来啊！你说，你到底娶不娶夷陵？不，夷陵是出家人。好了，就算我肯娶她的话，她也不能嫁给我，对吧？你敢说不能？你怎么可以强人所难呢？怎么不可以？如果你当了和尚，你不是可以娶夷陵了吗？和尚？
不戒和尚，嘿嘿，我知道了。弄了半天，你是不戒和尚的老婆夷陵的娘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呵呵，负心薄幸，好色无厌，这只有不戒大师和他妻子知道啊。你知道他以前的事？哎，我知道，你心里还念念不忘这个负心薄幸、好色无厌的人。不是啊，是啊，你还死鸭子嘴硬啊！他去上吊，你干嘛割断他的绳子啊？干嘛不让他去死啊？死了不就一了百了，干干净净的吗？啊，让他死了，不是便宜了他？哦。那你干嘛又让他天南地北，从漠北到西域，每间庙堂去找你，就叫不便宜他啊？你让夷陵一个人孤零零、可怜兮兮的在无色庵过日子，这叫疼爱夷陵吗？你是为了赎罪，所以来衡山当个又聋又哑的婆婆，只是为了天天可以看着夷陵，可是又不敢让夷陵知道你的身份，因为你问心有愧。嘿嘿。爹，你在哪儿啊？爹。婆婆，你弄得不戒大师神魂颠倒的，以为是你的鬼魂回来向他讨命。哎，他现在不见了，你还不快去找他？你给我住嘴！你再说话，我就把你当成哑巴。你说，你到底要不要娶夷陵？啊？婆婆，你说一个男子他负心薄幸、好色无厌，好还是不好啊？婆婆，还用说？但是不好了。哦，这就对了，婆婆。夷陵小师妹她人长得漂亮，对我又这么好，我干嘛不娶她呢？这是因为我和另外一位姑娘有了婚约啊，婆婆。哦，你是说任盈盈？就是她。婆婆，盈盈对我恩重如山。现在就算你把我掐死，把我全身都割烂，我也绝不会辜负她。我绝不是个负心薄幸的人呐，婆婆。好，我让她抛弃你，你就不负心薄幸了。你错了，婆婆，她甚至可以为了我不顾生命上少林，我也一样可以不顾生命的为她做任何事。婆婆，这就由不得你了。衡山别院，男人多的是，我随便找一个做她的丈夫就是了。哎，你不要胡来啊！莹莹，我不会抛弃你的，莹莹，我们说过永远都不会变心的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不要脸的话！你才不要脸了，逼着我娶夷陵。好，叫你抛弃他娶夷陵，你是不肯了。当然了。好，我老人家就做一件好事，让你一步，便宜了你，让你娶2个。娶2个？